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持续要带大家来看的就是上合会哦，因为这是重头大幸，很多的领导人都到了中国，因为正好9月3号也有阅兵。好，我们先看到这个上合会3巨头齐聚哦，包含谁呢？习近平、普京还有莫迪。好，互动相当热络，我们就看到他们眼神也藏了玄机。我们知道这个莫迪，看到画面上，他跟普京在会场哇热烈的拥抱，而且还这个牵手并肩而行哦，所以看起来相当的热情哦。这个眼神是不是也传递了什么讯息呢？看起来真的是更加的坚定，像盟友一样。好，那习近平、普京还有莫迪3个人在合照之后2度的热络对话，这互动时间加起来超过了1分半钟。那这个上合峰会的成员国，大家也签署发表了天津宣言。那成员国强调说有上海精神，反对集团对抗跟单边制裁，支持在欧亚大陆建构一个平等不可分割的安全框架。所以在会中呢，就通过了2026到2035年的发展战略。好，普京在上合会也有演说他是狂呛西方导致乌俄战争。这是他在9月1号的时候，有在这个上合会谈以及乌克兰战争与和平协议上面有讲到，战争起因于西方在基辅策动的政变。他说，如要达成和平协议，西方国家就必须先处理的是北约不断的向东扩张的问题哦。好，那我们也看到中国跟俄罗斯这边的领导人也是大家关心的2巨头。好，他们一起亮相在上合峰会哦，北京彰显说地区的核心地位。习近平当然是希望用这一次的峰会强调北京在地区事务上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力，同时也批评说，某些国家霸凌的行径。那这个谁霸凌呢？当然很多人会直接联想就是川普哦，所以被暗示说是在讲美国。那北京上面的观察也是发现说，这习近平豪撒上百亿的援助，上合峰会人民币结算挑战美元，是不是能够取代美国的外援，成为一个新的格局？那他祭出了这个上百亿的无偿援助他说中国对待盟友就是一个字，求实。好，中国对上合成员投资的存量超过了840亿美元，跟其他的这个成员国年度双边的贸易额也突破了5000亿美元。好，那除了中俄之外，俄印之间的关系呢？好，我们看到莫迪搭这个普京的总统豪车，狂聊了50分钟。好，我们就看到莫迪在普京的邀请之下，共乘俄罗斯总统这个普京的豪华专车前往双边会谈的地点。好，里头的画面曝光2个人在车上谈了50分钟。然后普京说，莫迪是我亲爱的朋友。好，那莫迪就说，14亿的印度人热切期待普京来访印哦。好，印度已经邀请了普京12月要来造访。那现在这个莫迪到底打什么算盘呢？有人说他是外交平衡术也就是他访华结束之后，马上发文感谢中方举办了2025年上合会。那他说这是一个很有成效的访问，然后跟很多领导人进行了交流，甚至阐述印度在全球关键议题上面的立场。要感谢习主席又感谢中国政府以及人民成功组织了这一次的峰会。但是大家知道他不参加93阅兵所以大家就认为说他其实也有在累积一些筹码，然后跟这个美国来进行叫板。好，那印度驻华大使这边则是以请欣赏莫迪总理在天津受到热烈欢迎的精彩影片来记录莫迪在华的行程。好，这看起来上合峰会也变成说莫迪在这个亚洲这边的一个外宣的方式。好，那俄国的官媒也说普京在天津的一天所以现在这个种种在中国大陆的一些状况都会成为一个这个外宣或宣扬自己在国际上面的状况有多好的情形。那很多人关心说，金小胖金正恩呢，他到底到中国没？好，他1号的时候就已经搭乘了专列从平壤出发，在今天的凌晨已经连接新义州和丹东的鸭绿江铁路，然后入境到了中国。好，我们就看到了现在在画面上就是这个金正恩的这个实际到中国的情况，哇，相当多的随扈在旁边好，那也看到说部分国家领袖从天津搭高铁到北京，因为要参加93阅兵，车
程大约是25分钟，所以中国大陆这边的这个今日头条热搜第一，百度热搜第一，微博也是热搜第一。好，上合峰会哦，真的是国际上面看起来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盛事哦。首先，我们就请教的是赖老师。上合峰会确实开得很成功啊，它不但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而且呢，他们很有效率啊。第一个通过了天津宣言，天津宣言里面有一个就是这些所有的国家领袖一致同意有一个联合声明。这个联合声明是什么呢？就是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不容篡改，二次世界大战的精神不容易改变啊，所以日本是战败投降啊，这个是讲得很明白。所有的法西斯、日本的军国主义、纳粹都是战败投降啊，这点没有什么疑虑的，没有什么终战的这个概念，就是战败投降。那这个是在与会所有的国家都同意了，有这么一个非常明确的联合声明，就是抵抗美国跟欧洲现在想要悄悄的改变历史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严肃的声明。在这个联合声明中是写在这个天津宣言里面，天津宣言里面也规定是各国之间都要平等相待，大国不能欺负小国，然后以联合国的安理会、联合国的会议作为准则，不是你哪一个国家或是哪一个集团说了算，也就是不是你美国或是 G7 或者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欧盟你说了算，不是，是联合国。那因此呢，没有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只有国际法治，一切都要依照国际法。那他们的要求就是大家团结来抵制，讲得很明白。那也就是说，他们会在联合这些发展中的国家，也就是结束了欧美长期以来二战以后他们支配这个世界的一个地位，全部都结束了。他们现在要对抗的就是这些，如果欧美国家在片面的没有经过联合国去制裁哪一个国家，特别是制裁他们的成员国的话，他们要群起来去支持他的成员国，要跟他们对抗。所以他们要在国际间要声援，而且在国际间要支持他们的成员国。我想这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一些事情。另外有关于这个未来10年的一个战略规划，还要再扩容。所以他们现在是10个国家，他们原本是6个国家，发展到10个国家了。然后他们的伙伴国有17个国家，他们把观察员国跟对话伙伴融成为一个都是伙伴国，又新加了一个就是老挝，也就是辽国进来了。也就是说，他们的伙伴国已经开始扩张到往外延伸到东盟这个地方来，也往这个中亚的地方再走，另外往北非的，也就是要横跨欧亚非大陆。所以我觉得上海合作组织的整个会议是有效率而且很快。另外在双边的会谈中，大家很明显的看到每一个国家就卯足全力在搞外交手段。例如说普丁跟这个莫迪，他们2位现在目前的对头，一个是欧盟，一个是美国。你看他们2个人就是非常的亲热啊，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外交的一个较量的一个场合。确实是一个蛮盛大的外交舞台。我们接着问帅将军，各位为什么觉得这次会议全世界都瞩目呢？如果各位把地图打开来看一下，亚洲最大的板块，俄罗斯加中国，再加上印度，还加上韩国，还有加东南半岛。上合会现在已经掌握这么大一个陆块。以前讲美国是海权国家，现在陆权国家的声势已经起来了，而且还在向外发展，像非洲啦、中东啦、中亚啦，都在发展中。那这里面我们要看什么东西呢？为什么会搞成上合组织原来是反恐的、安全的、国家安全的，现在很显然是把美国的关税作战当成一个国际恐怖主义，你对每个国家都造成经济上的恐吓嘛、勒索嘛，对不对？所以现在这个会议的目标性质改了。那当然你现在看的外面刚刚讲了很多都是花边新闻了，什么眼神相聚了、坐车了。我告诉你哈，每一个政治领袖，尤其是民主国家，只担心自己的政权不保，所以莫迪才会把脸翻过来，
去参加了中国，他跟中国不是原来搞得不舒服吗？他要参加，为什么？他不能让农民开放给美国的市场以后，他的政权不保啊，所以他又留了一手。为什么不参加93呢？将来跟美国如果谈得拢的话，美国不收关税，他又考虑，他是一个摇摆不定的棋子。但是这里面最关键，中国扮演什么角色呢？上合会议里面，他投资就有840亿，然后他的投资造成这些商贸活动呢，整个流通了5000亿。我跟你讲，钞票就是胶水。我跟赖教授有大笔的生意来往，那是最重要的，那比那个表面上那个都要重要。所以这个问题，上合会，中国在中间扮演什么？是一个胶水的提供者。你的国家严厉啊，哎，你搞错了，不要假道貌岸然，兵以利动，哪个国家不是为了经济发展的问题呢？那你问莫迪为什么要翻脸，对不对？第二个，中国什么基础建设的技术我有，材料我有，对，资本我有，这就出去了啊。对，要不然谁甩你啊？对不对？为什么可以联合这么多国家？你有所要求嘛，我有所供给嘛。这才是整个金砖几国也好，上合会也好，真正把每个国家粘在一块的是经济利益。这个不要讲的高大上啊，不以利，哪个国家不为自己国家的老百姓的经济发展、生存条件来做？这个利是谋大利，而不是谋私利啊！各位搞清楚啊！国家安全里面2样事情，一个我受到敌人军事的威胁。一个就是我的经济发展。今天中国大陆扮演什么角色？你美国要搞孤狼政策，搞孤立主义，我这边就把它自由贸易打出来，这变成自由贸易的领袖啊，哪个不愿意参加呢？是，好，我们请教聂老师。OK， 刚才有提到那个上合会过去以反恐为主了，实际上这次的天津宣言刚刚也讲到，它里面也强调了很多的跟和平相关的，它里面也谴责到了一些最近的战争。不过我要强调是，大家如果去了解一下，它20多页嘛，哈，宣言里面有谴责到以哈战争，当然也甚至谴责到以色列和美国在6月的那个 GBU-57炸那个伊朗的，这个也被谴责哦。所以谴责美国但是没有谴责恐怖，没有去谈这个反恐部分。当然现在的战争我们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战争叫俄乌战争，里面没有提。当然因为可能这个普丁在，还有。我们我相信这个大家都要知识要学习，但尝试要真正了解真正的事情的来源。我们在台湾也好，或者很多地方所受到的国际资讯都是西方资讯。你看啊，东方资讯就是中国或俄罗斯的资讯，我们很少听到，都是西方，但我们也就可能会被误导。所以你知道，一开始我就认为俄乌战争的起始就是基辅政权的问题，以及武器东扩，以及他想加入北约的问题。俄罗斯是警告再三嘛。结果还是打了，结果现在当然一面倒，西方认为是俄国的错。当然我这样讲，一定很多人也会反对。可是这次给了俄罗斯刚好一个很好的解释机会，它里面就特别强调狂呛这个西方导致俄乌战争。你能够在世界告诉你是西方导致俄乌战争，是美国导致的吗？当然你说是俄国打的嘛，不是吗？我跟你讲，这就给了他机会讲出来。所以我们太多的西方报道，我希望民众能够了解一下。那么我再讲一下这个比较有趣的部分，就是大家知道兄弟会，学校里面有兄弟会，现在这个是一个新的兄弟会，这个名字现在很有名，叫 CRINK， 大家有听过吧 ？CRINK。先讲 NK， 那9月3号他已经到了中国，会再过去的叫北韩嘛，这个金小胖。前面2个西安 R 大家都知道，已经谈了非常久，大家也知道他们这个两边的联合作战等等的事情很多了，就中俄2国。I 这个东西是哪一国？不是印度 ，I 是伊朗，对不对？这些4个主要的峰会国家。说不好，也就是心中比较有跟美国，不管在经济、政治或者在军事上有敌对的这些联盟、这些兄弟会，就会造成美国非常大的压力。现在当然，刚才有讲到，印度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印度它本身它两边真的是摇摆不定，这个国家的民族性也是这个样子，它就在中间绷着夹求生存。他跟普丁这么好，坐在他车上50分钟，甚至握着手，你知道吗？我跟我小孩真有真情才会这样握手，因为他们时间短，还有他也买了人员嘛，有经济的关系，还拥抱，你知道吗？他们感情那么好，我觉得其实就是为了生存利益，因为93他不去也是这样的考量，没有错。我们大家想法一样，我要讲是印度，说不好听点，假设美国把印度逼急了，他们这种国家就有可能也投靠过去，就刚刚讲的最大版图合在一起了。
这 Crinks I 也有印度的话，我觉得美国你看那个 Quad 这个印太这个也做不下去了。那么在这个整个国际间比较大的国家的集结呢，对美国这样的势力一比照的话，我觉得川普将来他不担心才怪。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新的兄弟会的成立，当然有人把它称为叫新邪恶轴心国，但这邪恶是他们定的啊，这是因为国际法庭是美国开的，都把它定位为国际法所制裁的国家。但实际上邪恶是看大家定，但我觉得这个新的轴心国的出现，我们全球的人在这个尝试上一定要了解一下。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接下来就是93阅兵了。很多人关心说，现在中共要秀什么样子的武器肌肉呢？好，我们带大家来看哦，央视罕见的有做了这个曝光东风41哦，这个中国大陆的93阅兵前夕哦，是震撼的进行了曝光。好，由于解放军一向是遵循过时的这个装备，才对外界来进行这个展示。好，此举已经被外界解读说更具威慑力哦。那传言已久的东风51洲际导弹，可能已经准备或是正式的列装火箭军哦，所以这是罕见的以极近的镜头来公开东风41的完整样貌。好，那刚刚看完之后，我们现在来也要看到是这个中国的93阅兵哦，这个新武器也相当的受瞩目，包含的是超高音速的飞弹以及无人的智慧武器。那它这是继2019年11大阅兵之后，解放军新一代武器装备集中亮相，所以大家就很吸睛啊，希望能看看93阅兵的当天哦，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新武器还可以再更多呢？好，那现在美中的关系究竟是如何？我们看到的川普他喊话说，我们要允许60万的中国学生进入到美国大学来进行就读，那表示说这种学术交流应该要继续的维持。好，之前才说不要人家，就现在要，为什么？当然是因为钱嘛，利益导向。好，那现在共和党的保守派就大呛说，没有人要共产的间谍进来啦。他说我们不应该这么做，这是共和党的众议员泰勒·格林所说。好，那保守派的网红卢默也将中国留学生比喻为共产党的间谍，说没有人想要60万名的共产党间谍进入美国。好，所以看起来跟川普的想法不太一致，但是川普就辩护说啊，我跟习主席的关系很好，我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不准你们的学生来是一种侮辱。好，很多中国的目前已经付给我们很多钱，真的很多钱哇！他讲话也是大白话哦，这个钱直接就讲出口。这个中国的学生等于钱哦，他有这样的概念。好，但是呢，川普现在也在逼我们台积电要加码投资3000亿美元，还想分一杯羹吗？说除了向辉达抽取15%的营收之外，也计划要求同样受惠的台积电要做出贡献。好，现在是不是这个台积电啊，这个到美国投资的压力持续升高呢？那我们看到川普跟印度之间也有一些微妙的氛围。好，这个加重关税到50%哦。现在这个印度不是到中国去开上合峰会吗？川普重批了印度说什么？他说他们现在提出的是要将关税降到0，但是已经太晚了。他们本应该在数年前就这么做了。还是很大声说这个跟印度重批印度。好，那当然印度现在有希望能够全面的降低175种的商品消费税，这是路透社报道的。那希望能够降低至少是10%。那莫迪是不是真的让川普相当的生气我们看到的是，因为印度在上合峰会报警中俄那希望美国这边也希望欧洲共同来制裁印度。那美国这边要求欧盟要放弃俄罗斯石油跟天然气，还有对印度和中国实施制裁。那现在看起来有一些手段了。那目前看起来，美国的前国安顾问苏利文甚至也说对印度发动大规模的攻击报复，正在将印度推向中国的怀抱所以他说，盟友现在都将华府视为一个不可信赖的大破坏家。
所以川普是不是真的把这个氛围变成是反美氛围呢？因为他危害了世界经济嘛，所以像是加州的州长纽森自家人哦，自己美国人都是有点在讽刺哦，说要推出新的迷因币，但不是以自己的名字为命名，而是要讽刺川普哦，说要有一个川普腐败币啦。那这个川普腐败币哦，纽森好像计划说要在这个美国打造一个川普品牌的行为。那另外，欧洲的中央银行总裁拉加德哦，也是批评说，如果川普主导美国的货币政策，就会危及整个世界的经济。那 FT 也就是《金融时报》甚至也报道说，川普现在干预这个 Fed 的风险不能轻忽哦，因为金融市场尚未充分的反应，接下来恐怕还会有更高的通膨，以及投资人对美国政府债务失去信心，接下来可能会面临一个混乱可怕的状况。好，我们现在看到是93阅兵哦，这马上就要展开，很多人关注。我们先问的是帅将军。首先讲93这一次耀武扬威的这个大阅兵呢，是透露了很多消息，也等于向美国宣布，我东风41已经发展成熟了，连51都已经快要放到部队里面成军了。这2款飞弹呢，是可以飞过太平洋，或者飞过北极圈，直接打到你美国每一个重大的城市，而且都是核子弹头，而且核弹头的当量都很大，而且每一个弹头里面可能有10个到12个的子弹头，就是一次攻进来以后，可以分别打10个目标，那10个城市就是毁灭了。因为这2款飞弹为什么让美国很担心呢？因为他们都是超高音速，超高音速就起码在5马赫以上。美国所有的拦截飞弹都在3马赫，不到5马赫。那5马赫飞到你上空的时候，往下坠的时候，起码是18马赫。所以你根本爱国者也好，标3也好，标6的拦不住，拦不住，对你美国就有生命的威胁。虽然中国大陆弹头不到1000个，但也足足把你美国所有城市都给你摧毁一遍。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告。第二个，战争形态变了，你美国当年投资很多在飞机上，在航母上，现在因为航母的反舰飞弹鹰击19、21都是你没有办法拦下来的飞弹，而你航母体积这么大，我的饱和攻击里面只要1发2发击中的话，你这5000人就没命了。所以这个问题也就是还配合无人机，空中作战已经不是像以前看到飞机飞来飞去打来打去没了，早在200-300公里以外已经决胜负了。就是说它的预警机掌握你以后，这种飞的长距离的反击飞弹的话，就可以把你打掉。所以现在战争形态，尤其是用了无人机，无人机没有所谓个人的情绪跟恐惧跟失误的产生，它没有生命威胁嘛。只要这个指挥链下来了，它就会去攻击，而且带弹量很大。因为一般有人的飞机，因为 cockpit 驾驶舱本身有保护罩，下面有钢板，很重，这个空间跟这个重量减下来，它带的弹头就多了。所以未来打仗，海上中国大陆发展的攻击性的驱逐舰，就像055、054、052，都带了太多的飞弹。已经不像以前舰队碰舰队，大炮轰来轰去，不是了，都是几百里公里以外就开始开仗。就像这次伊朗跟这个印尼跟不是巴基斯坦跟印度打的仗，双方驾驶员都没有见到面的，把飞弹放出去就回家了。4居外嘛，它是系统性的作战。所以这个问题啊，中国大陆展示出来了，就是说，你不要再以军事上的霸权来支持你的经济、你的外交、你的霸凌、你的勒索，你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你现在已经没有军事力量做靠山了。中国可以撑起一把伞，只要跟中国合作的国家都可以不接受你美国的霸凌，加上经济上的作战也是一样，你美元的霸权眼看着一步一步就要流失，何况很多国家投资啊都是暂时的10年，等到你川普下台了还投不投资？是啊，你下我毛分期付款，好，我们接下来问赖教授。确实，
东风41的近距离的，而且是高解析度的一个展示啊，这就代表说东风51应该也列装给部队了，只是没有展示，因为他们通常会把更具有战略性的、更先进的武器，他们事实上是保留的。那会给你看了，那就是说这款武器基本上是量产，已经进入下一代了。为什么这款武器重要，或是东风51重要？因为它可以打到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啊，你美国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打得到。第二个，它确保它有反击的能力，也就是说，它不但可以警射，它也可以机动的射击，机动移动。机动移动可以用铁路啊，放在山洞里面拉出来就打，也可以用轮型车辆啊，藏在森林中或者藏在山洞里面，然后拉出来，它马上就打。然后它本身的需要的场地，只要1-2个篮球场这么大就可以了，就竖起来，马上就可以打。所以它的作战的威力事实上是很够的，机动性强，所以你无法把它摧毁。刚刚帅将军讲的，它又是分弹头啊，10个分弹头左右，你不晓得它哪一枚分弹头装的是核弹，哪一枚装的不是核弹，你无从辨识起。另外，当它突破大气层了以后，它在空中飞行的过程中，它的速度可以高达20到25马赫，那你等于是中段的拦截，你基本上非常难拦截。等到它重返大气层俯冲下来的时候，速度就更快。目前估计东风51啊，它应该会到30马赫。人类以目前的导弹根本没办法拦截。那它主要的目的在哪里？在展示说我有核武的2级的能力，所以你美国核弹再多也没用，也就是说你已经被我僵化住了，你不敢使用。对，聂老师，他还会倒，还会倒，还会再倒，因为送孩子出国的人要担心呢。对，你今天开放，明天又关了，又关了。我的孩子读一半，对，到哪里转学？所以干脆不要去，对不对？不去了。聂老师，我在美国读了10年的书了，也读了不同的学校，拿了好几个学位。其实我很了解在美国整个中国留学生的生命生态，因为我跟很多这个中国留学生的感情非常好，而且因为甚至我们在大陆还有一些现在的一些互动交往哈，甚至有些留在美国的，我知道他们要什么。其实你是为国家还是为自己，还是说你今天是不是被制裁的那一部分，其实也分很多种。必须说美国的确过去让大家非常吸引，会想去。不过也刚刚也讲到，美国学校之多，差不多4间所里面有高有低，有好有坏。你到底是封锁现在名校呢，还是普通学校？而间谍共谍到底会去哪里？我最怀疑是川普，你这个讲话是一下子右一下左，一下说他们有共谍，一下人家说有共谍，你又要60个人去说啊，他跟共谍又无关，全是你说了算。你说右就是右，你说左就是左。想有专，没有人可以左；想左专，没有人可以右。然后这种总统，我是觉得很好奇，但是。刚也讲对，就这样的摇摆不定，的确会让部分没有办法去，或者去了以后不知道未来到底会被怎么变化的人而产生一些变化。不过当然也有很多的中国人已经在里面也根深蒂固了，他们用各种关系过去的也是有了，台湾也是一样。我今天也要讲一下，科普一下这个中国的这个导弹，当然我稍微了解一下，它蛮有趣的，最少有7种，知道吗？它有导弹系列，东风和巨浪，这都很特别。东风是最多系列的，它可以打这个从100公里打到10000公里的这个导弹的，非常可怕。所以刚讲的可以遍布全世界，对不对？当时那个6区经验打台湾是东风15，当时如果有人说，如果东风17来不得了，你没有东西能防得到，什么3倍什么防弹也很难。那它现在到41、51了。那我们讲巨浪，巨浪是什么？它是个装载在核潜艇里面呢，可以有核弹头的哦，这不得了。好，再来呢，我讲的它还有叫反击。我们知道那个英巴战时有个霹雳，就是空对空的，它当时还不是很有名，结果一出现以后可以打180公里。实际上它据我所知，它可以打200到300公里之远，就是空对空。它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射程导弹，让这个印度根本招架不住，所以这个霹雳导弹也很依赖是空对空。还有一个呢，就反舰的，大家都知道，刚讲鹰击最少可以打600公里。如果600公里，各位想一下，我们台湾和这个我们对岸呢最近的那个平潭多远？就68海里嘛，100多公里嘛。它一打可以打到台湾在过去大概4倍、5倍。请问那第二岛链是不是基本上都 cover 了？带你追踪事件的真相，掌握政局的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今天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韩一伦。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介绍特别来宾。首先是退役中将帅化民。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等等还会加入我们是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中。好，我们首先还是要看到的是赖清德，他现在这个赖总统的施政部分因为在2次的罢免选举之后，现在莱尔校长大爆发每天都有不同新的影片。好，还有一个最新的影片，持续带观众朋友先来看。拦住这些暴民申请取消，拒马都拦几层。警察呢，快来保护我啊！我不喜欢别人叫我来校长，我也不想看到这个照片。老柯不简单。好，讲出了这个心声说赖清德不喜欢莱尔校长，也不喜欢看到柯父皇的合照，但是没办法，就带这个赖总统再看一次这党团三党的这个党团总召的会面柯建铭、傅崐萁还有黄国昌，这是昨天很多人说这是历史的时刻算是历史大和解的前哨吗？还有网友说反清复明的号角正式吹响。好，反清的清是这个赖清德的清，明是柯建铭的明。好，那也有人在网络上讨论说，青鸟看到这张图在想什么呢？今天立法院出现了一张照片，我们伟大的民进党团总召、大罢免大成功的发起人，已经注册商标的所有者柯建铭总召，居然跟匪类的傅崐萁还有黄国昌握手言欢他就问说，青鸟看到这张图片在想什么呢？好，我们看到底下网友讨论就说，我们一起来罢免赖清德吧，是设计对白。还有另外一个人是说，这莱尔校长在讲说大失败大和解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好，那当然我们也看到现在大家就会认为说，是不是很多人围在赖总统旁边都跟利益有关呢？因为说的话有一点没有逻辑包含的是于北辰，他自己曾经当过军人但是他现在对于调整国军官兵的心想本俸，他认为如果为了钱当兵的话叫佣兵。好，大家就把他9年前的贴文拿出来2016年的部分，于北辰发文当时还痛批蔡英文帮义务役加薪2000，有赏味期限。他说要直接调整国军官兵的薪饷本俸才有用。好，怎么会9年前的于北辰打脸9年后的于北辰呢？所以网友就说，那如果你这样的话，请把你这位退伍的佣兵钱，请你还给国家我这个不是佣兵，我都非常想要你的退休俸。好，我们来看各国士兵的月薪其实台湾的志愿役2等兵的起薪现在已经上调到5.6万。好，那美国志愿役的这个士兵起薪比较高是7万左右。我们也看到法国对台币。好，那这个法国外籍兵团的起薪每个月也大概是5.6万左右。好，那这个当然是这个国际上面的行情所以现在真正调整之后还比较符合国际上的标准。好，那我们也在看到另外一个人就是郑义玲这个现在是说小英男孩这个涉嫌索贿遭到收押。好，那当然检调也查出他打着是前副阁揆沈荣金的头衔，在外招摇撞骗那当然他也有介入这个离岸风电的发电。那他向光电业者安插亲友向光电业者按月来收贿那由于他名下将近1000万的来源是不明的，所以办案人员也查出说，他跟柯文哲妻子陈佩琪一样，都将现金分次的存入 ATM， 然后藏钱的手法如出一辙，将面临司法追诉。好，读到这边大家应该觉得很奇怪这小英男孩郑义玲明明就是收贿，跟柯文哲妻子陈佩琪有什么关系呢？就硬要看花啦。好，讲的就是说藏钱的手法如出一辙。好，陈佩琪她之前就被这样说，但问题是2个是不一样的吧？陈佩琪她说她的账户跟交易明细包含她母亲的银行跟邮局账户，她说强调家里的钱都是正当清白的，这跟郑义玲每个月最多曾经存入30万元。是很明显的不一样吧，所以怎么样讲这个进检都还是要讲到一下这个柯文哲的家人。好，再来看到的是黄伟汉的部分，因为现在这个罗志强去上了黄伟汉节目他说黄伟汉变了，说虽然726当天没有做到客观中立当时不应该附和绿媒的善笑，但还是要真心的劝黄伟汉不需要去服务执政者。但是苗博雅却认为说罗志强的这个说法是 PUA 加情勒啦。
但是我们就看到 PUA 是什么，也就是情绪的勒索。好，他说要避开这样子的人哦，说身边如果有这样的朋友，真的只能祝福了。那徐巧芯就反呛说 ：“PUA 大师不就你吗？常常你也是情绪勒索人家。”网友也是认为说，就是苗博雅、苗泽东吼。好，那蔡正元也说，人情冷暖不用对人性期待太高。罗志强很勇敢的把蓝委们遭到大罢免的心理状态投射出来，说这是当国民党主席的材料。那现在邱毅最新也爆料说，黄伟汉转变的最大关键是什么呢？就因为他加入了赖清德的读书会之后，从此黄卯卦加深。好，不过黄伟汉自己有澄清哦，他说绝无此事，听都没听过读书会。好，不过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赖总统可能也很意外，这个老柯建明竟然会跟傅崐萁还有黄国昌3个人同框。好，首先我们就问立委，我想我们当立委的，不管你任何政党，总招就是说共商国事嘛，本来就应该这个样子啊。你看外国的这个党团的总召有他们打架吵架的吗？没有嘛。国家的事情本来就各党各派有不同的意见，大家好好坐下来共商国事，这才是正确的画面嘛。你难道希望还看到跟以前那个斗鸡场的那个斗鸡吗？你赖清德你喜欢斗鸡，但是你不能把国会也变成斗鸡场嘛，这样子国家怎么会有一个稳定的发展？所以这个东西啊，这个画面才是正当的画面。不管你们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坐下来好好协商。第二个，有关这个军人的本分哈，讲老实话，我们以前对军人的这个薪俸就很不公平。照理讲，军公教是统一薪俸。就说你什么几级几阶都是按的部阶升上去的，我们的军人的本分就比一般公务员低，我们的看起来好像是拉平，什么副10加级了，主官加级了，什么东西乱七八糟，战斗加级，等到一退伍的时候才发现哇，你像我一个中将退伍下来才4万多块钱，因为是本俸计算，你本俸就低嘛，所以这个东西你想啊，你有18%。我们18%是当年从公务员跟军公教里面嘴巴里挖出来的钱来做10大建设，而那个时候的银行的利息就是20%，今天18%已经比20%那个时候少，而且我们存18%是有限量了，不能存很多，只能存个100-200万，所以也不多嘛。所以你看，今天讲出来跟世界各国的这个士兵的基本起薪不对的，美国大概是6-7千美金起跳。6千美金是多少？18万呢。所以你既然讲志愿役，那就是他把这个军人这个当成职业，就要关系到他的生涯规划，他的收入能不能娶妻生子买屋子，这个都要考虑的。今天才加到5万多块钱，你社会青年5万多块钱能够成家立业吗？能够买房子吗？因为军人要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终身的职业，才叫志愿役嘛。义务役是我替国家尽义务，我拿钱少一点没关系。但是志愿役是未来今天所谓精兵政策必然走的路线，因为现在的战争不是拿起锄头镰刀就可以干仗的，那是一个要有技术的，要受过教育、受过训练的，而且发展很多专业的。所以这是一个职业就应该有职业的生涯规划，跟他收入相等级，他可以在这个职业上成家立业，能够繁衍子孙嘛，这才是对的。所以今天把这个钱变成佣兵，我告诉你，佣兵不止这个价钱啦，连最穷的北韩、朝鲜的兵呢，当佣兵都有2000美金，欧洲国家支援乌克兰的是4600欧元，你算算是多少钱？所以用兵的代价远比这个高啊，大家都不知道啊。所以这个问题哈，你宁可花 GDP 3.2、8-9千亿的去买那些破铜烂铁，对台湾防御作战没有用的武器，你不如把这个钱放在中华民国的志愿役的兵、士官、基层干部，他的薪水调高，人家才有意愿来从军。今天台湾打仗不是缺武器，是缺人呐。乌克兰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子嘛。你如果说军校降低标准来收学生，志愿役没有人愿意参加，飞行员不愿意再干下去，这个部队怎么能打？
因为再多的武器是人来操作的，如果你弄了一些破铜烂铁，根本心不在焉的，是要数馒头的，那这种仗怎么能打赢呢？所以你抗中保台，你浪费这么多国防预算，不如把这个国防预算，美国逼你加嘛，我加军人的薪水也是增加国防预算嘛，有什么不对呢？那应该对台湾这个志愿役的士兵、军官能够有好处的，你才能训练出一支像样的部队嘛。所以这些问题啊，民进党这个政策，我跟你讲，矛盾到一塌糊涂，宁可把老百姓的血汗钱去买那些垃圾产品，那种在战场上已经不是现代化战争的东西，对啊，怎么保台？像是军人，因为他常常会留营哦，所以24小时都在军队里头生活。大家不可能是出来做功德的嘛，对不对，赖老师？俞北辰在当佣兵的时候，因为他自己说，反正志愿役就是佣兵嘛，那他当初就是志愿役的嘛啊，所以他在当佣兵的时候，他很在乎自己的薪水多少。可是他现在不当佣兵了，他现在当议员，所以议员的薪水比他当佣兵的时候高很多。他现在就开始说，你们这个当佣兵的，你们不应该去计较你的薪水，你们计较你的薪水，你们就是佣兵，你们就给我滚蛋。我觉得这样的人会，如果民进党或是绿营的人还支持这样的人，我觉得这很可悲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军人确实刚刚议论讲的没错啊，军人他的时间并没有办法是朝九晚五，他也不可能说我一天就按照劳基法规定8个小时，不可能的事情，这绝对不可能，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到。那因此大家都会给军人比较好的待遇，给他比较高的社会地位，然后给他在退伍之后比较好的配套措施。虽然您看到说美国的士兵的薪水好像也不怎么高，7万多台币，可是不要忘了他们还有加很多津贴在里面加好多，这第一个。还有按照他的专长学历不同的军兵种还会加钱给他。除了这个以外，不要忘了美国他们本身在过去他的医疗费用很贵，所以他们当兵的可以在荣民医院里面他们保护一辈子，这医疗费就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支撑。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国防部会帮这个学生准备好他的大学，如果他考上大学就会有一笔教育基金。所以事实上美国给这些，因为美国读大学很贵，所以美国给这一些这个志愿役的军人，他事实上还是有他的另外一些你看不见的保护措施。我再讲一个，法国，你说法国的这个佣兵的薪水不高，可是法国他的全民健保，因为台湾是跟他学的，所以费用不高，那没有办法有吸引力。大学费用便宜，国立大学费用便宜，所以也没有吸引力。可是法国有一个地方很有吸引力，就是法国的国籍很难，你要取得法国国籍很难。外籍佣兵在过去服务满5年就给你法国国籍，现在是给你长期的居留证并没有马上给你一个法国国籍。但是长期居留证在法国也很难，那他就给你这个东西来作为补偿，然后让你来当这个法国的佣兵。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对军人的待遇去吝啬、去批评、去攻击，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没有道理的。你又要人家去当兵，你又舍不得给钱，我觉得这个没道理。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你在当佣兵的时候，你不能够一直要钱。你不当佣兵的时候，你当议员，你拿更多钱的时候，你再来批评当佣兵的要钱，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厚道的事。另外，柯建铭他在蓝白的议会里面，蓝白的有温暖。现在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这个蓝营跟白营给柯建铭很大的温暖，因为对照来讲，他同样的绿营里面，他被清算、被斗争，然后要逼着他要辞掉总召，逼着他要负起2次大罢免失败的责任。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他发动的，但是要他背责，所以他感受到绿营的人怎么那么残忍，那么无情，那么的冷酷。现在相对来讲，蓝营的给他高度的温暖，然后他当然笑得开怀嘛。可是我们也都知道，蓝白营给他高度温暖，是希望他继续留任。只要继续留任，这个对蓝白营绝对有好处。我们接下来问聂老师，
OK， 刚才我们赖老师讲到了可悲2个字，我觉得啊，不管绿营用了这个将军是怎么样的可悲，但我觉得他对台湾是可悲，但对绿营不一定可悲，因为我觉得绿营所要的人，很多的时候我看到的大概就是要这种可以，不管你话语是正确与否哈，或者是良善与否，只要能够带动一些没有完全知识够深的一些年轻人能够向往他们所讲的话，那他们所走的路就够了。所以我觉得不重要。那么至于这个将军，他之前讲过南北宋的问题嘛，东西汉的问题，我们都不用谈。还有一个防空飞弹能打多少，3颗就可以乘3倍。那我觉得我因为是在陆军官校当过教官，虽然我是个教授，因为在当教官2年，当然我们的学生，当然我那时候这个正53到正55期，还有这个专4到专7啊，那时候我服务的时候。这些学生毕业也有很多将军，但我所看到我们的学生的表现跟他真的不太一样，因此我去了解了一个大概。据我所知，他好像当然这边有一个这个超级将军嘛哈，但我不知道对不对，就他好像因为一个人要拔爵变成将军，你一定要非常有你自己的一种风格或特色，被长官赏识嘛，要不然那个校级到将级好像是要经过人选的。那我觉得他是因为口才不错，而且很重要会做人。你光看他在这个律里面讲的话，不是口才很好吗？不管对错都可以讲出来，不就是口才太好了？所以我觉得当时就是有一个长官提携了他，而且我看过的长官讲的话说，他还后悔了把他提携。那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假。如果是真的话，我觉得你不觉得他今天有今天就这样来的吗？还有真的口才好的人不止他一个，非常多。只是口才好，你是不是要着道德的基础去讲话去做事而已？至于这个佣兵这个钱多少，当然我就不多讲了啦。最少呢，我在某大学的军职班上课，而且我每一年都有指导2到5位那个军职班的学生。现在甚至我说不好听，在重庆南路甚至总统府上面有很多这种一些军职的哈，那个甚至路边的都是我的学生啊。当我指导生有好几个。最近我跟他们聊了一些事情，他们就在讲说，因为他们有被提薪，所以他们现在当兵的意愿就更高了。这个的确是一个 incentive， 是诱因啊。我觉得你不可否认这个问题。第二个，那我再很快讲一下，也呼应一下柯建铭这个问题啊，不只是温暖。我觉得人呢、叫利之所在嘛，哈，这个天下趋之嘛。力趋利这是一定的，讲不好听一点，他当时撑个拐杖，你看上去的时候跟韩国瑜那个样子，其实不是他撑拐杖好像要摔倒一样，而是他那种霸气自信，认为他一定会罢免成功，一定要把你打倒，他就是要当院长那个样子。可是，一路走来大罢免，讲不好听是这个样子的下场。那绿营真的，而且他在一个场合都讲了，他不止他一个人，还找赖清德，还有卓荣泰3个人啊，但他是主要的。就现在呢，不管是谁买单，他要买单，那所有人就要下来。结果发觉刚刚讲的温暖。真的看到他自己人把他打得这么凶，他这个力就是只有在这时候跟蓝白的呢稍微好一点，他这所站的位置还可以有机会，这是他现在所要看到的趋利的这个一个行径。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